我們抵達鄉下老宅時，天色已徹底陰沉下來，狂風捲着枯葉，空氣中彌漫着山雨欲來的土腥味。老宅那加固後的高牆和厚重鐵門，在灰暗的天光下顯得格外肅穆，仿佛一座沉默的堡壘。我們最後一遍清點物資，查漏補缺。爸爸調試了太陽能板和蓄電池，確保電力系統運行良好。媽媽將最後一批易壞的蔬菜放入地窖的儲藏櫃，我則檢查了所有門窗的鎖閉情況，並將複合弓和弩箭放在客廳和卧室等觸手可及的地方。氣氛凝重而安靜，我们都下意識地避免過多交談，各自忙碌着，用行动对抗內心深處的焦慮和媽媽的一絲不安。夜幕早早降臨，狂風呼嘯，終於下起了瓢潑大雨，雨點砸在屋頂和窗戶上，發出密集的噼啪聲。我們簡單吃了些罐頭食品，圍坐在客廳的沙發上，聽着收音機裡斷斷續續的新聞播報。最初的一切似乎都只是對惡劣天氣的預告播報。深夜11點左右，收音機裡的音樂節目突然被一陣急促的插播打斷。緊急新聞！緊急新聞！本市多家醫院接收到大量突發性狂暴症患者，患者極具攻擊性，已造成多名醫護人員受傷。警方呼籲市民不要前往人群密集區域，保持冷靜，等待进一步通知。信号開始受到嚴重干擾，雜音越來越多。爸爸立刻切換頻道，另一個電台也在播放類似的內容，語氣更加驚慌失措。似乎不是狂躁症，眾多專家正在聯合會診。就目前獲得的消息來看，他們像野獸一樣四處咬人，被咬傷的人也會很快發狂。一聲尖銳的慘叫和混亂的撞擊聲後，這個電台也陷入了死寂。我們三人的心瞬間沉到了谷底。媽媽臉色蒼白，雙手緊緊攥在一起，指節發白。爸爸關掉了收音機，客廳裡只剩下窗外狂暴的風雨聲以及我們沉重的心跳。來了，真的來了，不是夢。媽媽的聲音輕得像一聲嘆息，充滿了確認噩耗後的絕望和一絲奇異的解脫。她的重生不是幻覺。爸爸站起身，走到窗邊，小心翼翼地撥開加厚窗簾的一角，向外望去。外面漆黑一片，只有雨水反射着屋內微弱的光線。遠處村莊原本零星的燈火，正在一片接一片的熄滅，仿佛被無形的巨獸吞噬。世界正在我們熟悉的模樣中迅速剝離，顯露出狰狞的底色。從現在起，保持絕對安靜，非必要不開燈，尤其是強光。爸爸壓低聲音對我們下達指令，語氣是前所未有的嚴峻。輪流守夜，我守第一班，你們娘倆先去休息，保存體力。我和媽媽都知道，這不是客氣的時候。我們點點頭，回到了各自的房間。我躺在床上，睜着眼睛聽着屋外的風雨聲，以及隱約傳來的不同於風雨聲的嘶吼和混亂聲響。恐懼像冰冷的藤蔓纏繞着我的心臟，但奇怪的是，家的堅固和充足的準備又給了我一絲微弱的安全感。這一夜無人安眠。第二天，雨勢稍微小了一些，但天空依舊陰沉的可怕。通訊徹底中斷了，手機沒有了信號，網絡自然也不復存在。我們生存的老宅仿佛成了一座孤島。通過2樓窗戶，我們小心翼翼地用高倍望遠鏡觀察，看到遠處村莊的道路上有幾個身影在搖搖晃晃地行走，動作僵硬怪異。更遠處似乎有黑煙升起。媽媽指着其中一個身影，嘴唇顫抖：“這是村頭的李老漢，他平時最愛坐在村口下棋，看來他已經被……”媽媽沒有繼續說下去，上一世恐怖的記憶再次席捲而來，臉色瞬間煞白。我把媽媽攬在懷裡，此刻什麼安慰的話語都是徒勞。而外面，李老漢的衣衫襤褸，身上沾滿暗色的污漬，一條胳膊以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，漫無目的地在泥濘中徘徊。末世真的來了，他以最直觀、最殘酷的方式證實了媽媽的一切話語。接下來的幾天，我們徹底進入了避難模式。活動範圍僅限於屋內和加固後的院子，但也僅限於絕對安全時快速進行得必要勞作，如餵雞取蛋。說話基本靠氣聲和手勢，所有窗簾都保持關閉狀態，只在絕對必要時才小心窺探外界。我們聽到了更多声音，越來越多的嘶吼聲，偶爾的尖叫聲、撞擊聲，甚至有零星的槍聲。聲音過後便重歸死寂，每一次一響都讓我們的神經緊繃到極點。爸爸甚至在圍牆上用繩子和空罐头瓶做的簡易半鎖警報，作為一個簡單的報警裝置，必要的危險時刻可以用來提醒我們。第5天，果然如媽媽預言的那樣，水電徹底中斷了。好在我們的井水系統和新安裝的净水設備運轉良好，太陽能板和儲備的柴油也足以維持基礎用電。看着廚房那個依舊能燒開水的電水壺，我們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奢侈和慶幸。第10天左右，我們迎來了第一次真正的考驗。那天下午，預警的罐头瓶突然發出了清脆的撞擊聲，我們立刻拿起武器，屏息凝神。爸爸和我在2樓窗戶邊，媽媽在1樓門後，通過貓眼和預留的觀察孔警戒。腳步聲，凌亂而沉重的腳步声，還有粗重的喘息聲，不止一個人。快進去，這房子結實。一個刻意壓低、略帶焦急的男聲傳來。哥，門鎖着，好厚的門。另一個年輕些的聲音回應，接着是急促的拍門聲傳來。有人嗎？開門，救救我們！後面有那些東西追來了。透過貓眼，媽媽看到2個大約20多歲的年輕男人，
渾身髒污，臉上寫滿了驚恐和疲惫，正不断回頭张望，拼命拍打着我们的鐵門。我的心提了起來。是人，活人，我们要救嗎？媽媽看向2樓方向的爸爸，爸爸臉色凝重，緩緩但堅定地搖了搖頭。不是我們冷血，媽媽的前世記憶血淋淋地告誡我們，末世裡很多時候活人比喪屍更危險。我們無法判斷這2個人的底細，他們的出現是否會是陷阱，開門的風險太大了。開門聲持續着，夾雜着苦苦的哀求。求你們了，給點吃的也行，我們快餓死了。爸爸深吸一口氣，走到1樓，隔着門板，用壓低的不帶感情的聲音說道：離開這裡，我們幫不了你們。門外的人顯然沒料到我們會如此直接的拒絕，愣了一下，哀求立刻變成了惱羞成怒的咒罵。見死不救，你們還是不是人？裡面肯定有吃的，把門砸開。旁邊有男人在附和着，他們的臉上立馬換上了一副凶狠的樣子，全然沒有了剛才的哀求。他們開始用身體撞擊鐵門，甚至找來了石頭砸門，但厚重的防盜門和加固的门框紋絲不動，只發出沉悶的響聲。這動靜反而引來了那些更可怕的東西，遠處傳來了喪屍特有的嘶吼聲，並且正在快速接近。門外2人也聽到了，臉色瞬間慘白，咒罵變成了絕望的嚎叫。他們來了，都怪你們，是你們害死我們的。如果我們死了，做鬼也會回來找你們的。他們最後瘋狂地砸了幾下門，然後不得不轉身逃跑。很快，門外就傳來了激烈的打鬥聲、慘叫聲以及令人牙酸的撕咬聲。這次聲音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，才漸漸平息，只剩下喪屍滿足後的低沉嘶吼和徘徊的腳步聲。我們一家3口靠在門內，渾身冰涼。雖然理智上知道選擇正確，但親耳聽到同類被如此殘忍的吞噬，心理上的衝擊是巨大的。但這一次遭遇，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末世的殘酷法則，也更加堅定了絕不輕易開門的決心。時間一天天過去，我們逐漸適應了這種極度壓抑但相對安全的生活。種植在院子裡的速生蔬菜開始冒芽，雞開始下蛋，兔子也繁殖了一窩小崽。這些小生命給死寂的日子帶來了一絲微弱的生機和希望。期間，我們又遠遠看到過幾波幸存者，有的倉皇逃竄，有的為了一點食物互相爭鬥。甚至有一次，我們親眼目睹一小群人設計將同伴推入喪屍群，只為自己爭取逃跑時間。人性的醜惡在生存壓力下暴露無遺。每一次，我們都只是沉默並警惕地做一個旁觀者，加固着絕不輕易相信任何外人的信念。大約在末世開始1個月後，一個我們最擔心但也最意料之中的訪客終於來了。那天，媽媽正在小心地給蔬菜澆水，突然，她全身一僵，猛地蹲下身，對着屋內的我們拼命打手勢。有人靠近，很多人。我和爸爸立刻衝到觀察點，只見遠處大約有7、8個人，正深一腳淺一腳，小心翼翼地朝着我們老宅的方向走來。為首的赫然是姥姥，舅舅宋立邦搀扶着他，還有幾個面生但看起來流裡流氣的年輕男人，個個面黃肌瘦，手裡拿着棍棒、砍刀等武器。他們果然來了。媽，你看姐他們家這房子真弄成這樣了，看起來真結實，裡面肯定有吃的。姥姥喘着氣，臉上早已沒了往日的精神，只剩下疲憊和生存的苛責。她看着我們的堡壘，眼中閃爍着複雜的光芒，有希望，有算計，或許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愧疚，但很快被更強的求生欲掩蓋。麗娟，國強，開門啊！是媽還有你親弟弟立邦啊！姥姥刻意強調了親弟弟，就是想利用媽媽的心軟特性，可惜沒有得到回應，隨即開始開門，聲音嘶啞。快開門，讓媽進去，外面活不下去了，到處都是吃人的怪物啊！姐、姐夫，快開門，我們是一家人啊，你們可不能見死不救啊！屋內，我們3人心臟狂跳，雖然早有心理準備，但真正面對時，那種血緣親情帶來的拉扯感依然存在，尤其是對媽媽而言。媽媽看着門外形容枯槁的母親和弟弟，眼神掙扎，手微微抬起，似乎有一瞬間的動搖。爸爸緊緊握住她的手，眼神銳利地看着她，無聲地搖頭。我也抓住媽媽的另一隻手，用力捏了捏。媽媽閉上眼，深吸一口氣，在睜開時，眼神已經恢復了冰冷和決絕。前世我們一家的慘死，我的高燒身亡，她最終也沒能逃脫。那種被撕咬肉體的痛感，讓媽媽記憶猶新。爸爸湊到門上之前特意加裝的，便於隔門對話的傳聲孔，冷冰冰地回應道：這裡沒多少糧食，地方也小，容不下這麼多人，你們走吧。姥姥頓時坐在地上哭嚎起來。麗娟，我是你媽啊，你忍心看着媽死在外面嗎？國強，你還有沒有良心？立邦是你弟弟啊！聽不到我們的回答，舅舅也怒了，開始原形畢露。張國強、宋麗娟，你們別給臉不要臉，快開門，不然我們就不客氣了。別以為這破門能擋住我們。他身後的那幾個混混模樣的男人也開始叫囂，用棍棒敲打我們的鐵門和圍牆，發出砰砰的響聲。媽的，敬酒不吃吃罰酒，把門撞開！裡面肯定好多吃的，搶了他們！爸爸臉色一沉，知道無法善了。我立刻跑上2樓，拿起那把已經上好箭矢的弩，對準了窗外。爸爸則拿起另一把弩，通過1樓提前準備好的隱蔽射擊孔瞄準門外，同時大聲警告：最後警告，立刻離開，
否則別怪我們不客氣。舅舅等人仗着人多，根本不信我們敢動手，或者說食物的誘惑已经讓他們瘋狂。他们開始更加猛烈地撞擊大門，甚至有人試圖搭人梯想翻越圍牆。砰！一聲輕微的擊闊響動，一支弩箭擦着舅舅的耳朵，哆的一聲定在了他們身後的樹幹上，尾羽還在微微顫動。所有人都被這突如其來的一箭嚇住了。舅舅摸着自己火辣辣的耳朵，看着那支深嵌入樹的箭矢，臉色煞白。你們竟然真敢動手！舅舅的聲音帶上了恐懼，但語氣還是一副蠻不講理的樣子。爸爸冰冷的聲音透過門板傳來：下一箭瞄準的就不是樹了，滾！姥姥嚇得癱軟在地上，久久不敢起身，哭都哭不出聲了。那幾個混混也被鎮住了，面面相覷，不敢再上前。舅舅色厉內荏地放了幾句狠話：好，張國強、宋麗娟，你們夠狠，你們給老子等着，這事兒咱們沒完。但他們終究不敢再嘗試，搀起嚇壞的姥姥，灰溜溜地一步三回頭地，罵罵咧咧地離開了。看着他們消失在視野盡頭，我們才長長地鬆了一口氣，後背全是冷汗。我们知道，以舅舅睚眦必報的性格，他絕不會輕易放棄。但這一次，我們佔據了絕對的主動和防禦優勢。果然，之後幾天，他們又在遠處徘徊觀察了幾次，但看到我們戒備森嚴，始終沒敢再靠近。期間，爸爸甚至用弩箭射殺了一隻遊蕩到院子附近，被媽媽前世記憶標記為特別敏捷危險的變異喪屍，精準的箭法也無疑震懾了暗處窺探的舅舅等人。他們終於明白，這塊硬骨頭他們啃不動，如果繼續耗下去，只會吸引更多喪屍，對自己更不利。幾天後，他們徹底消失了，大概是去別處尋找更容易得手的目標了。最大的潛在威脅暫時解除，我們贏得了第一場針對人禍的勝利。末世的生活艱難而漫長，我們經歷了物資匱乏的心理焦慮，即便我們準備充分，但還是沒有安全感。經歷了極端天氣的考驗，也經歷了小規模的喪屍騷擾。我們學會了更精細的利用資源，用雨水、堆肥，甚至嘗試用簡單的陷阱捕捉小型野生動物，改善伙食。媽媽利用她前世的記憶，幫助我們規避了幾次潛在的危險區域和變異喪屍活躍的時期。爸爸則不斷改進防禦設施，還成功修復了一台老舊的無線電，偶爾能接收到外界極其微弱、斷斷續續的信號。得知城市並未完全毀滅，但秩序崩塌，幸存者們在艱難掙扎。我則負責記錄日誌，學習媽媽傳授的末世生存知識，並努力保持積極的心態。經常拉着爸爸媽媽一起玩一些簡單的桌遊，或者在絕對安全的夜晚，悄悄在室內做點運動，維持身體機能。我們一家三口相互扶持，相互依靠，在絕望的世界裡，用愛和準備艱難地守護着這小小的方舟。可是我們最大的危機卻並非來自外部。在一個沉悶的令人窒息的午後，媽媽毫無徵兆地倒下了。起初只是輕微的咳嗽和乏力，我們以為是普通的感冒。末世的醫療條件讓我們不敢掉以輕心，立刻給她用了儲備的抗生素和退燒藥。然而病情非但沒有好轉，反而急轉直下，高燒、劇烈咳嗽，甚至開始出現呼吸困難。媽媽的臉頰燒得通紅，呼吸時胸腔發出可怕的挖風箱式的雜音。她虛弱地躺在床上，每一次呼吸都顯得無比艱難，意識也開始模糊。我和爸爸心急如焚，輪番用冷毛巾給她物理降溫，翻遍了地窖裡所有的藥品，嘗試了各種我們能想到的配方，退燒貼一個接一個的換上，但一切都無濟於事。媽媽的症狀與媽媽前世記憶裡我死前的那場高燒驚人的相似，但似乎又更加兇猛。絕望像冰冷的潮水，淹沒了我們堅固的堡壘。我們有足夠的食物抵擋饑荒，有堅固的牆壁抵擋喪屍和惡人，卻對這悄無聲息侵入的病魔束手無策。現有的藥品根本不起作用，媽媽卻在清醒的時候拍了拍我的手，像我之前安撫她的時候一樣安撫我。楠楠，不要害怕，媽媽已經死過一次了，這一次已經比上一次舒服多了。同時，媽媽也很慶幸，這一世媽媽改變了你的命運，終於不是你經歷這種痛苦了。我的眼淚瞬間湧出，啪嗒啪嗒地落在媽媽的手上。我拼命地搖頭，如果真的可以，我也願意替媽媽承受這一切。爸爸在一旁心急如焚，來回的踱步。媽媽想要開口安慰爸爸，可是他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，張了張嘴，最終還是閉上了。不行，這樣下去不行。爸爸看着媽媽痛苦的樣子，眼睛布滿血絲，拳頭攥得死緊。我必須得出去找藥。爸爸猛地停住腳步，語氣斬釘截鐵，不容置疑。我嚇了一跳，立刻抓住他的胳膊阻止他。爸，不行，外面太危險了，況且你就算出去了，你知道現在哪裡還能找到有效的藥嗎？末世爆發已近2個月，醫院和藥店早已是第一批被洗劫一空的地獄之所，就算僥倖找到藥品，也很可能過了有效期，或者不對症。那我也不能眼睜睜看着你媽。爸爸的聲音哽咽了，這個一向堅強的男人，此刻顯得如此無助。總得試試。我記得鎮衛生所旁邊有個私人小診所，平時不太起眼，也許
也許還有遺漏。爸爸的語氣帶着一種孤注一擲的瘋狂。看見他的表情，我的腦海裡出現爸爸媽媽平日裡恩愛的模樣。我知道我勸不住他，媽媽的情況正在急劇惡化，每一分鐘都是煎熬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我立刻開始套上防刺服。不行，你留在家裡照顧你媽，守住家。爸爸嚴厲的拒絕。我一個人目標小，行動快。可是我心裡十分猶豫，我知道媽媽這裡離不開人，可是爸爸一個人出去，我又放心不下。儘管我知道，即便我跟着出去了，也不會有太大的作用，但是我總是想多保護他們一點。沒有可是，這是命令。爸爸罕見的對我如此強硬。他迅速穿戴好裝備，將複合弓背在身上，腰間別着砍刀，最後深深地看了一眼昏迷中的媽媽，又用力抱了抱我。楠楠，保護好媽媽，保護好自己，等我回來。他的眼中是決絕和不成功便成仁的意志。我含淚點頭，知道任何話語都是蒼白無力的，只能任由爸爸去冒險。爸爸做好了一切準備，手裡拿着手電筒，我幫他打開一道門縫，爸爸像一道影子般悄無声息地滑了出去，迅速消失在廢墟和雜草叢中。我迅速鎖好門，背靠着冰冷的鐵門，渾身都在顫抖。時間從未如此緩慢而煎熬。我守在媽媽床邊，不停地用溫水擦拭她的額頭和手臂，聽着她艱難的呼吸聲，心如同在油鍋裡煎炸。每一秒，我都在祈禱爸爸平安，祈禱媽媽能撐住。我也豎着耳朵，警惕着外界任何一絲不尋常的動靜，既害怕喪屍被吸引來，更害怕舅舅那夥人去而復返。此刻，我們的堡壘顯得如此脆弱。幾個小時過去了，外面除了風聲和偶爾遙遠的嘶吼，一片死寂。爸爸沒有任何消息，媽媽的高燒依舊持續，甚至開始說胡話，含糊地喊着我的名字，有時候喊着爸爸的名字，有時候也喊着快跑。我的心一點點沉入深淵。就在我幾乎要被絕望吞噬時，圍牆外的簡易警報器突然極其輕微地響了一下，不是喪屍那種無意識的碰撞，更像是人為的刻意觸碰。我瞬間繃緊了神經，抓起弩箭，悄聲來到1樓觀察孔。外面天色已經昏暗，借着微弱的天光，我看到一個身影正踉蹌地靠近大門。是爸爸，但他看起来情況很糟，幾乎是拖着一條腿在移動，身上沾滿了污漬，似乎受了傷。我心臟狂跳，強忍着立刻開門的衝動，再次仔細確認他身後是否有東西跟蹤，或者是否有埋伏。觀察了幾分鐘，似乎只有他一個人，我這才小心翼翼地打開門鎖。爸爸幾乎是摔進來的，我立刻奮力將他拖進來，迅速關門落鎖。濃重的血腥味撲面而來。爸！我壓低聲音驚呼，爸爸的額角破了，血流了半張臉，左腿褲腿被撕開一個大口子，鮮血浸透了布料，但他懷裡卻緊緊抱着一個髒兮兮的、看起來空空如也的破背包。藥，快給你媽！爸爸虛弱地指着背包，話沒說完就劇烈地咳嗽起來，嘴角甚至溢出了血沫。我這才驚恐地發現，爸爸的臉色潮紅，呼吸急促，這症狀竟然和媽媽有幾分相似。我手忙腳亂地打開背包，裡面果然躺着幾盒稀有的強效抗生素和退燒針劑，這些我們在囤貨的時候根本買不到。背包最裡層還有一些治療外傷的藥品，雖然盒子破損，但裡面的藥劑看起來完好無損。爸爸是在什麼樣危險的情況下，拖着受傷的身體，可能還感染了病菌，才找到這些藥的。我來不及細想，也顧不上悲傷。現在我的2個至親都命懸一線，我強迫自己冷靜下來，先以最快的速度，按照藥品說明和之前學習的知識，給媽媽注射了抗生素和退燒針，然後立刻處理爸爸的傷勢。他的額角是撞擊傷，問題不大。麻煩的是腿上的傷口深可見骨，像是被什麼尖銳的金屬劃傷，污染嚴重，已經有些發炎腫脹。我咬牙，用酒精和碘伏仔細清洗傷口，撒上消炎粉，再用紗布緊緊包紮好。緊接着也給爸爸用了藥。做完這一切，我幾乎虛脫，汗水浸透了衣服。我把爸爸搀扶到媽媽旁邊的地鋪上躺下，然後寸步不離地守着他倆，不停地測量體溫並做好記錄，更換冷毛巾，祈禱藥物快點起效。後半夜，爸爸開始發起高燒，甚至比媽媽更早出現呼吸困難的症狀。我的一顆心沉到了谷底。爸爸很可能在尋找藥品的過程中，也感染了這種可怕的病菌。巨大的恐懼和壓力幾乎將我壓垮，但我不能倒下。我知道，現在我是這個家唯一的支柱。我輪流照顧着爸爸媽媽，強迫自己進食喝水，保持體力，用盡畢生所學和所有能找到的物資與他們身上的病魔抗爭。2天2夜的不眠不休，終於在第2天深夜，媽媽的高燒首先開始緩慢退去，呼吸雖然依舊微弱，但不再那麼艱難。天快亮時，爸爸的體溫也終於從駭人的高度開始下降。我癱坐在床邊，手裡握着記錄體溫的筆記本，喜極而泣。我知道最危險的日子我們熬過去了，接下來的日子我獨自一人承擔起了所有，照顧2個重病虛弱的病人，打理院子裡的蔬菜和牲畜，警戒放哨，準備食物，每天像陀螺一樣旋轉，身體疲憊到了極點，
但精神卻因為爸爸媽媽緩慢而堅定的好轉而充滿希望。幾天後，爸爸媽媽清醒了，看到彼此都安好，看到我疲憊卻堅毅的樣子，眼中都充滿了愧疚和心疼，以及無比的骄傲。楠楠，辛苦你了。媽媽虛弱地拉着我的手，眼淚滑落。爸爸則只是紅着眼圈，重重地握了握我的肩膀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這場突如其來的疾病幾乎擊垮我們，但也讓我們這個小小的家庭紐帶變得更加牢固和緊密。我們真正成為了彼此最堅實的依靠。經過1個多月的精心調養，爸爸媽媽終於完全康復。爸爸腿上的傷也愈合了，雖然留下了一道猙獰的疤痕，但好在行動無礙。這場劫難讓我們因禍得福。那些強效藥物不僅治好了媽媽的病，似乎也讓她身體裡產生了抗體，她的體質甚至比生病前還要好一些。末世的許多变異病菌似乎再也無法对她造成威脅，我們的生活重新回到了正軌，甚至更加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平靜。爸爸改進了警報系統，增加了更多隱蔽的觀察點，媽媽則開始系統地將她前世10年的生存經驗傳授給我，包括識別可食用植物、簡單的傷口處理，甚至是一些利用日常物品制作簡易工具的技巧。我如饥似渴地學習着。我知道，在這個時代，多一份技能就多一份活下去的資本。我們依舊能偶爾從無線電裡聽到外界零星的消息，似乎在一些地方，殘存的力量開始嘗試建立幸存者據點，但過程異常艱難，不僅要面對喪屍的威脅，更要提防人性的黑暗。我們謹慎地記錄着這些信息，但並不打算主動接觸。對我們而言，這個堅固且物資相對充足的老宅才是最安全的港灣。時光流逝，1個月又過去了。院子裡的蔬菜收穫了一茬又一茬，雞兔循環繁殖，提供了穩定的蛋肉來源。我們甚至成功醃制了鹹菜，晾曬了肉乾，進一步豐富了食物儲備。我們習慣了這種與世隔絕、自給自足的生活，習慣了在寂靜中保持警惕，在絕望中尋找希望。偶爾，我們還是會看到幸存者，或者更準確地說，是末日下的流浪者。他們大多面黃肌瘦，眼神麻木或充滿警惕。每一次，我們都只是沉默地注視着，從未發出任何信號。不是我們冷血，而是血的教訓太過深刻。媽媽的前世，我們的今生，都無數次印證了這一點。我們能做的，只是守護好自己這方小小的天地。直到那一天深秋，一個不速之客悄然登門，一個鬍子拉碴、渾身是傷的男人出現在我們的門前，一下一下沉沉地敲擊着我們的大門。一開始我們以為又是和之前一樣是變異的喪屍，可是他似乎很堅持，一直在不停地敲。我們一家3口原本還圍在一起研究撲克牌的新玩法，聽着外面鍥而不捨的敲門聲，我和爸爸警惕地對視了一眼。爸爸立刻衝到觀測孔處，我也利用貓眼開始觀察外面的情況。媽媽則立馬進入警戒狀態，為我和爸爸準備武器。那個人一直低着頭，長長頭髮遮住了他大半張臉，頭髮下是一張陰森恐怖的面容。是舅舅，我的舅舅宋立邦，他竟然還活着。不得不說，在這末日下，幾個月了，他毫无準備，竟然還能活着，已經是個奇蹟了。姐，開門，我是立邦。爸爸的臉色瞬間陰沉下來，媽媽也握緊了手中的武器，眼神複雜。我透過貓眼仔細打量，舅舅看起來狼狽不堪，衣服破爛，身上還有不少已經結痂的傷痕，整個人瘦脫了相，比上次見到時虛弱了太多，似乎只剩下一口氣吊着。姐，開門，求你了，就我一個人，媽她沒了。舅舅的聲音嘶啞破碎，帶着哭腔，聽起來無比淒慘可憐。他踉蹌着靠在大門上，仿佛隨時會倒下。媽媽的身體猛地一震，臉上閃過一絲悲痛。儘管對姥姥有諸多怨懟，但那畢竟是她的親生母親。聽到她的死訊，媽媽不可能無動於衷。爸爸緊緊按住媽媽的肩膀，無聲地搖頭，眼神銳利如鷹，絲毫沒有放鬆警惕。他用口型對我們說：“可能是苦肉計。”我立刻明白了爸爸的意思。舅舅此人极其狡猾自私，為了達到目的，什麼都能演出來。姥姥是否真的死了，我們無從考證，但這很可能是他博取同情的手段。姐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，我不是人。舅舅繼續哭訴，聲音斷斷續續。我錯了，我真的知道錯了。給我點吃的，哪怕一口水也行，我保證拿到吃的我馬上就走。你看在媽的份上。他的表演堪稱聲淚俱下。若是以前，心軟的媽媽或許真的會動搖，但此刻媽媽的眼神在經過短暫的波動後，重新變得冰冷而堅定。前世的背叛和這一世的種種，早已將那份親情消磨殆盡。她深吸一口氣，走到門邊，隔着門冷聲道：“宋立邦，你走吧，這裡沒有你的吃的，也沒有你的水。媽如果真不在了，那也是命，我們救不了你，也不會救你。”門外的哭聲戛然而止，短暫的沉默後，舅舅的聲音陡然變得尖利而怨毒，徹底撕破了偽裝。宋丽娟、張國強，你們好狠的心，你們見死不救，你們不得好死，你們以為躲起來就沒事了嗎？我告訴你們，我活不了，你們也別想好過。他像是瘋了一樣，開始用盡最後力氣疯狂地撞门踹門，發出砰砰的巨響。出來，你們給我出來，把吃的都交出來，
這巨大的動靜立刻引來了遠處遊蕩的喪屍，嘶吼聲由遠及近。爸爸眼神一厉，毫不猶豫地舉起弩箭，通過射击孔瞄準了门外撞若疯狂的舅舅。最後警告，立刻滚，否則別怪我不客氣。爸爸的聲音如同淬了冰。舅舅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智，或者根本不信我們敢殺他，依舊瘋狂地制造噪音。砰！弩箭激射而出，精準地射穿了舅舅拍打着门板的手臂。他發出一聲凄厲的慘叫，捂着瞬間被鮮血染紅的手臂，驚恐地看着深深嵌入大门鐵皮的箭矢，終於清醒地認識到裡面的人是真的會下死手。喪屍的嘶吼聲越來越近，已經能看到幾個扭曲的身影正聞聲趕來。舅舅臉上血色盡失，恐懼壓倒了一切。他想跑，可是來不及了。喪屍的移動速度比他想象的快，很快他被喪屍包圍了。爸爸將媽媽摟在懷裡，接着捂住了她的眼睛。我也害怕地轉過頭不再看。儘管這幾個月來已經看遍了這種場面，可是自己的親人置身事中的時候，還是很難无動於衷。很快，外面沒有了掙扎的聲音，一切都結束了。我們3個人相互依偎着，接下來的日子裡，我們得彼此支撐，在這末日廢土之上，艱難卻堅定地活着。媽媽的前世記憶如同黑暗中的燈塔，雖然照亮的是曾經殘酷的航道，卻指引我們避開了致命的礁石。而這一世，我們用自己的雙手和決心改寫了自己的命運。